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做汉堡，先给大家看一个对比实验，然后给大家讲一讲我的方法。这是买来的牛绞肉啊，你可以看到上面白色的脂肪颗粒。通常做汉堡的牛肉呢，要含有20%的脂肪或者更高。两面直接撒上盐和黑胡椒，撒的比较多，因为煎的时候会掉下来。这个是把盐味入在肉饼的外面，而且没有过多的碰这个肉。同样的一块牛肉啊，放入盐和黑胡椒。用手抓匀，这个是把盐味入在肉饼的里面，而且用手把它搅拌了。热锅倒一点点油，一起上锅煎，同样的火候，同样的时间。你可以看到两个肉饼啊都会回缩，但是右边这个盐入在里面的这个肉饼回缩的非常厉害。煎的差不多了，我们拿出来切开看一下里面的结构。左边的肉饼啊，这个盐入在外面，它的肉质稍微松散一点。而右边的肉饼啊，它的肉质会紧实一些，有点像牛肉丸的感觉，特别是这个外围的一圈。这是因为盐和搅拌的动作改变了肉的结构，使肉的纤维互相连接了在一起。我们做牛丸和饺子馅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只是追求的是相反的效果。松散的肉饼呢，相对于紧实的肉饼可以容纳更多的肉汁在里面。所以不要过度搅拌牛肉和把盐放在肉饼的外面，是一个普遍被认可的做法。道理你明白了，你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做。但是我自己觉得一个大肉饼里面没有盐，吃起来不香，所以我会用通过洋葱来入盐的方法。一个大洋葱切碎，放一大勺盐，腌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之后，盐已经在洋葱的里面了，我们把外面多余的盐洗掉。水不需要控得特别干净啊，带一点盐水没有关系。放入牛肉碎，你可以看到洋葱的比例还是比较大的。黑胡椒我放的少，因为给孩子们吃，你可以多放一点。最后来一点酱油提味儿。主要的盐呢都是在洋葱的里面，并不和牛肉直接接触。虽然把牛肉碎搅拌了，但是大量的洋葱在牛肉的中间阻断了牛肉之间的连接，而且洋葱本身还有非常多的水分，给肉饼呢提供了更多的汁水，而且是有咸味的汁水。给大家介绍一个比较快速的做肉饼的方法，要用到一张保鲜纸，先团一个球，然后压出你想要的大小，大小呢要比你的汉堡面包大一点，因为它会回缩。最后用手掌在中间轻轻地按2下，很简单的几步，你就能做出来很圆的肉饼。牛肉分布均匀，而且外围比中间稍微厚一点，底下平的一面呢放在锅上煎。现在我们来准备汉堡面包，这个是昨天做的土豆面包，做法在上一集。抹上黄油，放到平底锅把它烤热。有一个地方你要注意啊，就肉饼煎出汁之后呢，你不要去压它，因为会把它的肉汁挤出来。快熟的时候呢，放上奶酪，盖上盖子，奶酪就软了。面包已经烤热，放上肉饼、酸黄瓜、
白洋葱、西红柿和生菜，这些都是比较经典的搭配啊。这边是美乃滋和黄芥末酱。我们的汉堡就做好了，咬一口啊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肉质是非常的松散，并不紧实，里面饱含了汁水，而且很有味道啊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是贾高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